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5年的12月9号，今天是星期二。今天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如果你喜欢听老师说故事的话，好，希望你今天要准时来上课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则故事，叫做大卫的梦想。大卫的梦想。好，等老师一下哦。好，那大卫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那他有什么梦想呢？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看这个故事。那各位同学，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梦想呢？你有没有想要当？有的人的梦想是当中文老师，有的人的梦想是当医生，有的人的梦想是找到一个漂亮的老婆，有的人的梦想是赚很多很多钱。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好，那有梦想是一件好事，因为呢，有了梦想就有目标，我们每天呢就会努力的想要去达成这个目标，我们每天都要做一些事情让自己进步，然后呢达到这个梦想哦。好好 OK。 那有人的梦想，有的人可能没有梦想，对不对？有的人没有什么梦想，他觉得每天过得开开心心的就好了，每天过得健康快乐，这样也很好。我觉得人年轻的时候可能你们年轻的时候是有梦想的，长大之后或老了之后会觉得，人生好难哦，干嘛要有梦想呢？活得快乐就好了，有钱就好了，我干嘛要有梦想？干嘛还要这么努力呢？或者有的女生她嫁了一个有钱的老公，哇，她觉得没关系，我就过着这样富裕的生活就好了，我也不需要有梦想啊。好 ，Alexander 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我的梦想之一。好，秀珍的梦想是能够长久的上老师的直播课。好，那不管你们有什么梦想呢，老师都希望你们努力去实现你们的梦想啊。那么我们开始来看看大卫的梦想是什么。大卫是一名大学教授，他的梦想是开一家咖啡店。好，那大卫是一位大学 college 大学教授 professor。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工作耶。大卫的工作是非常好的，但是大学教授并不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是开一家咖啡店。我想大卫应该很喜欢喝咖啡哦，然后呢，他希望能够自己泡咖啡给客人喝，给好朋友喝。我觉得这种感觉也蛮好的，对不对？好，至终的梦想是世界和平。好，不用加的，你说世界和平就可以的哦，就可以了。好 OK，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但家人总是跟大卫说，教书的工作多稳定呀，不要冒险，开咖啡店说不定会倒闭哦，不要冒险，而且开店要花很多钱。好，所以家人可能是爸爸妈妈或兄弟姐妹，总是，好，你可以说总是或总就可以了，这个是可以不用写的，总是或总它是一样的意思。好，但家人总跟大卫说，但家人总是跟大卫说，都可以。教书就是 teaching， 特别是强调职业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教书。教书的工作多稳定啊。好，我们中文说多怎么样啊，中间会加一个形容词，多快乐呀，多伤心呀，多难啊，多简单啊，表示 so very 所以多稳定啊， like what a steady job it is， 有这种感觉， what a steady job，
好，不要冒险。老师希望你们把这个词记起来 ，take a risk 这个词非常的重要 ，take a risk 冒险好，冒险也可以当名词用，就是像英文的 adventure， 可以当动词 take a risk， 可以当名词 adventure， 也可以用冒险这个词在中文里面有2个意思好，冒险。好，你们喜不喜欢去冒险呢？有的人喜欢去找一些新鲜的事物，他想要有全新的感受，他常常会去别的国家冒险，他去别的国家旅游，对他来说好像冒险一样好 OK， OK 是乔马说冒险，我们应该多去冒险，可以这样说，我们应该多去其他的国家冒险，我们去山洞冒险吧，可以这样说第一个冒是动词，冒险是名词，可以这样说。那里有一个山洞我们去冒险吧可以这样说可以说多丢脸可以 what a shame， 可以很好，多丢脸好，白天大卫在大学教课，晚上他在家里练习冲泡咖啡，他从没放弃自己的梦想。好，我们发现大卫真的非常喜欢咖啡，他呢白天要上班，他在大学当教授，他在大学教课，晚上呢他并没有去看电视，他晚上并没有去跟朋友聊天，也没有跟女朋友去餐厅吃饭，他在家练习冲泡咖啡。好，我们中文会说冲泡咖啡，或者说泡咖啡，中文很少说做咖啡，英文可以说 make coffee， 中文我们几乎不说做咖啡，我们说泡咖啡，可以泡咖啡不会说做咖啡，那是英文的讲法不要说做咖啡，我们说泡咖啡。从没 never 好记起来，从没never 从没放弃 give up 放弃自己的梦想。好，我们发现大卫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他希望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有人说晚上喝咖啡晚上会睡不着觉吗？有的人会，像我就会如果我晚上喝咖啡我会失眠有的人不会好，雅琳的梦想呢是能够帮助能够为可能残障人士发声，对不对好，大卫终于离开了教职，他用所有的积蓄租了店面，咖啡店开张了。ground coffee 磨咖啡可以用磨这个艾云磨咖啡我们可以说研磨或研磨都可以，就 grind coffee 研磨我们可以去把咖啡豆研磨成咖啡粉，研磨。好，大卫他终于离职了，他不再当老师了，他不再当教授了，他离开了大学的教职。好，教职一样是 teaching job 的意思教职。他离开了教职，他不再当教授，他不再当老师了，他终于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了。他用所有的积蓄就是你存的钱 savings， 积蓄就是你存的钱，他用他所有的钱租 rent 租了店面。我们在开店前你要先租店面，你要有一个地方让你开店，那这个地方你要去租，这个地方可能在大马路旁边，有很多人经过的街道上，这个店面比较有人潮，所以我们会找一个人潮比较多的地方，把这个店面租下来，然后呢再开店。所以大卫呢用所有的钱，所有的积蓄租了店面把一个人潮比较多的店面租下来，你就可以在这家店开业或开张。开张就是 open the shop
开张 ，start the shop，start the job。好，咖啡店开张了。好 ，OK。好，有人的梦想是来台湾拜访我，太好了哦。好，开店初期生意很冷清，大卫亏了很多很多钱。好，那么我觉得创业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什么叫创业？有人知道吗？创业就是 start a business， 创业啊。开店也是一样，开店初期，我们中文说初期表示at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呀，开业就是 start a business 呀，开店初期就是 at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 啊，所以我们加上初期。那当然有初期就有中期 ，like in the middle of a period of time。那当然还有我们说末期啊，不是尾期，是末期，就最后末期就是最后的意思哦。末期。末期就是最后的时候。那初期你也可以说早期也可以，我们中文也会说早期或初期，就是 at the beginning 早期或初期。好，那么生意很冷清，当我们说生意冷清的时候，表示你没有客人，你的店里是没有客人的生意冷清表示没有客人，客人很少很少。所以大卫当然没有赚到钱，他亏了。我们做生意如果没有赚钱，那你就是亏钱。亏钱的意思就是没有赚钱之外，你还赔了很多钱。比如说大卫要开咖啡店，他一定要去买机器，他要付租金，他要付很多很多的钱来开店。所以大卫没有生意，他没有收入，他没有客人，当然他会亏了很多钱。好，我们中文除了用亏之外，你还可以用赔这个词赔了很多钱这个在商用中文都是很重要的词汇。老师说一次亏钱 lose money， 赔钱 lose money in business，OK， 特别是在生意里面好，亏钱赔钱都可以表示你没有赚钱之外，你还赔了很多钱。开业是需要资金的，对不对好，家人和朋友劝他说，你的咖啡店迟早会倒闭的迟早会倒闭的，你还是回大学教书吧。对，亏本亏钱是 lose money， 亏本是 lose your capital，lose your capital 亏本我们可以说亏本就是 lose your cost，lose your capital。好，家人和朋友劝的意思就是给他意见，给他一个好的意见，给他台湾会念忠告啦忠告，大陆可能念忠告劝就是跟他说，这个你做生意赔钱了，你还是把咖啡店关起来吧，不然你会越赔越多的，你会赔更多的钱。劝就是给他一些建议，告诉他一些建议他的家人和朋友告诉大卫一些建议劝就是给人建议 give advice 好，你的咖啡店迟早这个词一定要记起来迟早的意思就是 like sooner or later， 是 sooner or later 吗？就是很快，在不久的将来，不久的将来对，劝 advice 这个迟早的意思就是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 sooner or later， 英文要怎么说就是可能几天后会发生，可能几个月后就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倒闭。好，你还是回大学教书吧，大学的工作多好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开咖啡店呢？你看现在亏了这么多钱sooner or later sooner or later 好 OK 好 OK
大卫摇摇头，他坚持自己的选择，我绝不会半途而废好，摇摇头，什么叫摇头？这个动作，摇摇头，你可以说摇摇头，摇摇头，OK， 好，坚持 insist 这个词一定要记起来好，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坚持自己的选择好，就近不能用就近，不可以用，这里不能用就近，这里只能用迟早好，那么大卫并没有听家人或朋友的劝告，大卫没有听家人跟朋友的劝告，他摇摇头，坚持自己的想法，坚持自己的梦想，坚持自己的选择，他绝不会，好，不会就是 you won't， 绝不会 you absolutely not。 好，这里的绝是一个副词，它的作用是加强语气，不会，绝不会，你的语气 your tone becomes stronger， 不会，绝不会。所以如果你要表示 absolutely not， 我们中文要怎么说？你可以说绝不会，我绝不会再跟我的前女友联系I won't, I'll never contact my ex-girlfriend， 我绝不会跟我的前女友再联系了我绝不会再吃冰淇淋了，我要减肥，我绝不会 absolutely I won't， 我绝不会再吃冰淇淋了，可以说坚持我的意见，可以的，没问题好OK， 好，我绝不会半途而废好，这个成语应该你们都知道好，我们再往下看。好，他更用心学习冲泡咖啡、拉花，还去用社群分享咖啡的故事。艾云怎么了？我的直播比较慢吗？不会，有的人说不会耶好，他更用心。好，这里的更比较像英文的 more，OK，more 好，用心就是你更努力的做一件事情，用心表示你很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这里是当副词，用心的用心的，他更用心的学习，那个的可以省略他更用心学习冲泡咖啡，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也没有因为家人跟朋友说那些话他就放弃了，他没有，他坚持下来了，好，那么他更用心学习，比如说哎呀，这次的 HSK 我没有通过，那你应该要更用心学习中文，你要更用心学习中文。所以大卫他更用心学习冲泡咖啡、拉花。什么叫拉花？好，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词记起来。有的人很喜欢在咖啡上面用那个牛奶做一些图案，画一些图案，可能是叶子或爱心的图案，这个中文叫拉花。拉花，你们有的人喜欢喝 latte 拿铁咖啡，可以在有的店员会在上面拉花，这杯咖啡就看起来很漂亮，有一些图案在上面，好漂亮的拉花这个中文叫拉花好，还用社群，社群有哪些呢？脸书、油管，还有呢 IG、Instagram， 对不对？这些都是社群分享咖啡的故事。好，我觉得大卫真的很用心，他很努力的做各种的努力他很努力的做各种事情，希望自己的咖啡店能够成功，对不对他真的是非常努力好，有一天大卫在咖啡店门口发现一只被人丢弃的小奶猫。好，那大卫呢在咖啡店门口发现了一只小奶猫。什么叫做小奶猫？奶猫就是还在喝奶的猫，那一定是很小很小的猫，可能出生才几个月而已，它必须要喝猫妈妈的奶才能够活下来，还在喝奶的。
那中文可以说还没有断奶的猫。如果小孩子或很小很小的动物，它还是需要喝奶才能够长大，这个表示它还没有断奶。中文叫断奶，英文我忘记叫什么了。所以小奶猫就是还没有断奶的猫，还没有断奶的猫，而且它被人丢弃了。被人丢弃了。好，你们知道断奶吗？需要我打出来吗？断奶。如果断奶的话，表示这个孩子或这个小动物它可以吃食物了，它可以吃食物了。这种小动物或者是小孩子不需要再靠喝奶了，它可以吃食物，这种就是断奶了。断奶了。猫仔，我不会用猫仔，我会用小奶猫。我觉得猫仔不像是地道的中文我会用小奶猫小奶猫。好，它被人丢弃了，被人丢弃了表示没有人要养它，对不对？它被人丢掉了，它可能本来有主人，这个主人不想养它，就把它丢在大卫的咖啡店门口。好，我们再往下看。大卫不但救了他，还给他取名字叫肥肥。好，这个小奶猫真的好可爱，对不对？这小奶猫好可怜，也好可爱。然后大卫很不忍心，他觉得我应该要救这只小奶猫，而且呢，大卫还给他取了名字叫肥肥，Fatty， 肥肥好。肥肥慢慢长大，他很黏大卫，寸步不离，也成了咖啡店的店猫。好，你看肥肥长大了，对不对？变成一只成猫。你知道成猫吗？成猫就是 like adult cat， 成猫。那猫还没有断奶的时候，我们叫它奶猫，小奶猫。如果猫长大了，我们可以叫它成猫，成猫好，成猫 OK。 好，那它很黏大卫。如果不管是人或宠物很黏你，表示呢它一定会黏在，就是它不会离开你。如果你的女朋友很黏你，那你的女朋友可能每天都要跟你在一起，她一定会在你身边，这个叫黏，她不会离开你，而且她可能会跟你靠得很近如果你的女朋友很黏你，你的女朋友会靠你很近，而且她不能没有你，她不能离开你。像你们养的宠物也是这样子有的狗它每天都跟着你，它不想离开你，它会撒娇，那我们就可以说这只狗很黏我，我的小孩很黏我，可以用在小孩身上。可能你的儿子很需要你，他不想离开妈妈，他每天都要跟在妈妈身边，你的小孩很黏你这个可以用黏这个字好，寸步不离是一样的意思，他一步也不愿意离开你，一步也不愿意离开你，叫寸步不离好，那肥肥呢也成为了咖啡店的店猫。好，如果呢有一家店里有一只很可爱的猫，这个猫呢就是一直待在店里面，变成这个店的吉祥物或象征，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叫这只猫叫店猫。那可能这个店猫是店主养的，是老板店主养的猫，所以它会在这个店里面。那很多客人看到猫很可爱，生意就会变得很好，对不对那也可以是店狗，对不对？可能是一只狗，不一定是猫而已可能是狗好 OK， 店猫店狗，一般在店里面的也有狗也有猫，而且现在有很多咖啡店它是有主题的，它的主题就是宠物咖啡店，就是这个咖啡店里有很多猫，你可以去撸猫撸狗，好可爱，对不对？如果有这种咖啡店，我一定会去那里喝咖啡的，因为我一边喝咖啡我还可以撸猫撸狗，多好对，这个日本有招财猫，对不对日本我们叫那种猫我们叫
招财猫，招财猫。秀珍说，可不可以说老公很黏我？当然可以啦。如果你的老公一直跟在你身边，不能没有秀珍，当然可以说我的老公很黏我，寸步不离。可以这样说，当然可以啊。好，大卫开始把自己的店定位成宠物咖啡店，越来越多顾客来看肥肥。好，大家除了喝好喝的咖啡之外，也来看这个电猫肥肥。你们看这个肥肥真的好肥哦，比人还要肥，肥肥好多人是来撸猫的好，那我们这里有一个词汇叫把什么定位成。好，定位就是把你的店给它一个目的，有一个 purpose， 有一个目的，有一个象征所以这个叫定位。好，你也可以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努力学习中文的人，你可以把自己定位成一种身份 identity 好，定位。好，那么宠物咖啡店，我们知道了咖啡店的定位之后，我们看到宠物咖啡店，就知道这家咖啡店里一定有很多可爱的宠物business area? No, not really. 店面是一个地方可能这个地方它人潮比较多，很适合做生意的地方好的，越来越多 more and more， 越来越多顾客来看肥肥。好的，半年后咖啡店的生意稳定下来了，有许多媒体报道大卫终于成功了。好，在肥肥的帮助下，当然大卫自己也非常努力，半年之后咖啡店的生意稳定 stabilize。 稳定表示没有不好都赚的这个赚的钱 OK， 可以继续的经营下去可以继续的经营下去，稳定下来了。好，那老师想要告诉你们，稳定下来这个词汇我觉得蛮好用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稳定下来除了用在生意方面，生意稳定下来了，那比如说有人生病了，结果他的病情稳定下来了他的病情没有恶化，他的病情稳定下来了。这个我们常常用有人生病的时候，可能他的病一开始特别严重，在医生的救治或治疗之下，他的病情稳定下来了，表示他的病情没有变得不好了，没有恶化，稳定了好，这个记得稳定下来是一个很好的词汇。秀珍把自己定位成工作狂，可以呀，没问题。 workaholic 可以，工作狂是吗？秀珍好，月莹说现在把猫跟狗养在咖啡店里是对，非常受年轻人欢迎，可以一边喝饮料一边去玩猫玩狗月莹说我爸爸的病已经稳定下来了，我爸爸的病已经稳定下来了，非常好所以这个稳定下来用在生意，用在生病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表达好 OK， 我们继续媒体报道有一些店特别有特色或特别有名的话，有一些电视台，有一些媒体会去报道它，甚至有一些 YouTube 的网红会去报道所以媒体报道就像这样子，有记者去访问大卫，然后他们会去把肥肥拍下来，对不对？有许多媒体报道好，那么我们恭喜大卫他成功了，而且呢他救了肥肥之后，肥肥也帮他不少忙他的生意稳定下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卫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好 OK， break even 我们中文说应该是收支平衡吧，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我也不太确定break even 是什么意思英文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收入跟支出是平衡的，收支平衡
收支平衡，我查一下好不好 ？break even。对，我们叫收支平衡，没有错收支平衡就是你的收入跟支出是 even 是一样的，所以你不赚也不赔，你没有赚钱，你也没有赔钱，叫做收支平衡这个把它记起来，收支平衡我的生意现在收支平衡，还没有赚钱，但是也没有赔钱我的比如说理查老师现在做直播课，我是收支平衡可能我的会员没有那么多，但是会员每个月的钱也让我没有赔钱，所以理查老师的直播课现在是收支平衡收支平衡 break even。 好，那么我们故事到这里已经结束了。看到理查老师教中文这么厉害，我的梦想也是成为一位汉语老师。加油加油，我们一起努力达到自己的梦想好，问题一，大卫的梦想是什么？很简单，大卫的梦想是什么？然后你们回答完之后，也可以告诉理查老师，你的梦想是什么好，理查老师的梦想就是现在就是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耶我觉得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在 YouTube 上面教大家中文，然后很开心，然后有一些很死忠的学生每天听我，没有每天了，在我上课的时候都来参加我的课，这个就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所以我觉得很满足，我觉得很开心，有你们陪伴我，然后我教中文的时候很开心，所以理查老师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也达到自己的目标了，所以我很开心好，大卫的梦想是开咖啡店，没有错，大卫的梦想是开一家请你们量词用家一家咖啡店。兰莫的梦想是能够提供国家的人服务吗？ serve 提供国家的人，不晓得是什么意思，是服务吗？服务国家的人 OK， 对，老师是志愿者，对有的人的梦想是能够当志愿者去帮助别人，这个也很棒，我现在也有当志愿者，所以我觉得帮助别人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会让你很开心好，我们看一下问题二。问题二，开店初期的生意怎么样呢？大卫开店之后，一开始初期就是 at the beginning， 就是一开始的意思，你也可以用一开始。开店一开始的生意怎么样呢？初期就是一开始好，早期早期好，答对了开店初期，大卫的咖啡店开店初期，还记得文章怎么写吗？生意怎么样？很棒，很冷清。开店初期，生意很冷清。简单说就是开店初期，开店一开始没有很多客人，开店初期客人很少，开店初期赔了很多钱，亏了很多钱，赔了很多钱 OK lose money 要记得赔钱亏钱，赔了很多钱，亏了很多钱，他没有赚钱对，很好，生意很冷清还亏本，很好好，问题三，你觉得大卫为什么能成功呢？我觉得这题没有标准答案，这题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成功有很多原因，你可以告诉我你记得哪一个原因好，一个人要成功一定要有很多人的帮助，还要有机会，自己还要很努力才有可能成功。我觉得要成功真的很不容易。第一点，
自己要很努力。第二点，你要有机会，你要有机会。You need to have a chance. You ne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right? 你一定要有机会才能成功。第三个呢，要有很多贵人。我们学过贵人，对不对？要有很多贵人帮助你，你才有机会成功。那你们觉得大卫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很好，秀珍说，因为大卫努力坚持，永不放弃。Never give up， 中文可以说永不放弃。很好，努力和坚持很好。春娇说努力和坚持 OK。林子说因为他有一只招财猫肥肥，对不对？肥肥是他的招财猫。那为什么他有肥肥？因为大卫很有爱心，他救了被人丢弃的肥肥，被人丢弃的小奶猫，所以肥肥成了店猫，帮助了他，对不对？帮助了他的生意好，还有人说 Mandarin 说大卫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咖啡店定位成功了我们给了这个咖啡店一个定位，这个定位就是宠物咖啡店，没想到大受欢迎，所以这也是他成功的原因这也是他成功的原因好。有人问老师说，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也想开咖啡店吗？我也想，但是我对咖啡没有那么深入的研究。但是如果我能够开一家咖啡店的话，我真的想开一家宠物咖啡店，因为我很喜欢猫猫狗狗。我可能不太会泡咖啡，但是我会请人帮我泡好喝的咖啡，然后我会把我的咖啡店定位成宠物咖啡店因为我也很喜欢宠物，我也很喜欢撸猫撸狗Henny 说大卫能成功是因为他很努力，所以上帝派一只猫来帮助他很好。好的，你们也想一想如果你要成功，你是不是应该要更努力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单词。好，生意冷清，生意冷清，生意冷清。宋平有想过要开咖啡店对，断奶 win， 对不对 win。 好，开张，开张就是店开始营业叫开张，店一开始你创业了，一开始你开业了，第一天开张了第一天开张了好，冲泡咖啡，冲泡咖啡。好，拉花，拉花，拉花。好，什么叫拉花？你们要知道社群，社群，社群。小奶猫，小奶猫，小奶猫。好，秀珍说她也是狗奴，一般我们中文会说猫奴，但是我们不会说狗奴，我们可以说秀珍是个爱狗的人，爱狗人士。我们可以说爱猫人士或爱狗人士，我们可以说猫奴，但是我们中文不说狗奴，中文不说狗奴，中文不说狗奴好，那么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希望你们喜欢。你们有任何的想法跟建议，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们星期四继续来学习中文，大家晚安，早点休息，拜拜。